刀枪不入的麒麟甲，什么刀枪不入啊？还不是被呵呵姑娘一手刀打成这样。那丫头功夫诡异，要没这套甲，你已经死了。可惜没有第二件了。反正也用不着了。大黄庭几重了？按武当的功法算，有4重了。你真是踩到狗屎了。王重楼自己也不过6重大黄庭。那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呵呵姑娘。你把命给她就是谢礼。前辈，我现在算高手了吗？高个球，倒是心性还算坚韧。那您考虑不考虑，传我几手上乘剑术？用刀的非要学剑术，兼容并蓄嘛。贪心不足。这就是两袖青蛇，到武帝臣之间学不会，就是跟你无缘。您要把两袖青蛇传给我？传就传呗，你也未必能学得会呀。小心！见仙人跪。我这一剑的真意，就是要借天道之力威压众神，斩去无能者的脊梁和妄念，让他们知道有我李成刚在，天下无邪。金甲，现在才动手。柯姑娘，真是你！没想到是你把王密引的消息送到客栈，居然是你救了我，还救了2次。
你这手刀怕是比真刀还锋利了。这第一次，你有软甲护体得以不死，可我后面那2脚，你应该死了才对啊！你还真把王重楼的大黄庭化为己有了？呵呵，姑娘，我跟你有仇吗？没仇啊，不过有人要花1000两买你的命。靖安王，那你为何要救我？我亲手杀你，才有1000两；别人杀你，我只有500两。我这命还是挺值钱。该说的都说了，你可以去死了。你这不是刀法。你的伤还能再出刀吗？要不你试试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才看你用了剑九皇的剑法，剑1到剑9，老皇都留给我了。练了挺久了吧？这可是你压箱底的本事。青鸟没事吧？他的命暂时保住了，那就好。可你要死了。哎，小子，小子！哎呀！把兄弟们的尸首认真包好，送回北凉。是。他没事吧？你醒了，他的命是保住了，我正在给他输送真气。命保住就好。你还是多管管你自己吧。小妮儿，你这会儿杀我，一杀一个准儿。神符不是借给这老头了吗？没法杀。神符还你。反正你也快死了，不差这一刀。
真这么严重？大黄庭本来就不是你自己的，好些真气藏于经脉之内，未曾化解。那丫头对你三下重手，让你经脉紊乱，真气逆行，不死也难。唉，谁能想到，灵州城里卖酱牛肉的丫头，居然会是个杀手。在北凉的时候，我还最喜欢吃他家的酱牛肉。还想着酱牛肉？前辈，我还有活路吗？有。我现在出手，费你丹田气海，化去一身大黄庭，你大概能活。但是那样我就废了。本来真气就不是你的，没真气总比死了强吧？什么声音？好像是骑兵。靖安王来。铁骑现在才入场，好一个靖安王！奉这个敬杯。王爷，许凤年呢？前辈，帮我看住他们俩。你都这样了还想出去？只能是我去。王叔，王叔的佛珠呢？没带着。这就是你的全部手香？王叔可否介意不说话？跟过来。我随世子过去，你们留下，我陪王叔单独聊。王明银死了，天下第11名不虚传，幸好小侄身边有两袖青蛇的李淳罡。剑神犹在，就在方才那辆马车上。那你还敢跟我过来？为何不呢？留在李淳罡身边，或许你还能保住这条小命。王叔又不杀我，我担心什么？不杀你，我请来天下第11做什么？王叔若真要杀我的话，大军出击即可，何必请什么江湖人士？那你觉得我让王明营刺杀你，是为什么？芦苇荡这场刺杀，是杀给别人看的。杀给谁看？京城啊，皇帝啊。北凉尾大不掉，青州又何尝不是统领大军？都是藩镇。王叔若不刺杀我一场，当今陛下怎么能对您放心呢？原来你也知道，青州和北凉注定为敌。大势所趋罢了。
原来呢，事情很简单，你只要把王令权交给我，你就可以离开荆州。可现在，你我都无路可退了。那是徐骁想的办法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自己找生路。调戏本王王妃，就是你找的生路。再相反，乃至整个青州，人人皆知，王叔最宠爱的，就是王妃裴南伟。青州境内都知道，晋安王将王妃裴南伟视作珍宝。世子赵寻呢，曾经痴迷裴南伟，后来呢，被晋安王娶做王妃。成亲之后，晋安王对王妃宠爱有加，那不仅仅是襄樊城，整个青州，都知道王妃是晋安王最爱之人。而我呢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晋安王到底是怎样的人物？当年众王夺嫡，王叔城府最深，麾下嫡系不到最后时刻绝不显山露水，只是时运不济，才败给当今圣上罢了。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一个城府如此之深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让全青州都知道自己的弱点？王叔若是真宠爱裴南伟，只会把他深藏府中，绝不让人知晓。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？退回去！晋安王好慷慨啊，居然让自己的王妃给我们陪葬。一个有弱点的人，自然会让人放心。只是，只盯着表面上明显的弱点，会让人忽视真正的危险。裴南伟是我的弱点，只是王爷自己造出来的弱点罢了，推给人前看的。现在聊的是杀不杀你，你跑题了吧？王叔送来的弱点，正是小智的生路。王叔其实心知肚明，一直有一条可以光明正大放我离开青州的理由，而且还不会遭到朝堂猜忌。宋直千里。当我看到这4个字的时候，我就和裴南伟说了，王叔的这句话有2层意思。2层意思。第一层好解释，千里向下，视为九泉。王叔想要送我归西。第一层嘛，是给天下人看的。我调戏王妃，惹来杀身之祸。第2层意思呢？这第2层意思，王叔是在送礼，把礼物送给小侄，送至千里之外。礼物是什么？那自然是裴南伟了。本王把自己的王妃送给你，这才是王叔不杀我最好的理由。小侄好色荒唐，胆大包天，不仅调戏王妃，还把人掠走了，最后以王妃性命要挟王爷。王爷无奈，只能放我离开青州。更妙的是，这一放之后，朝堂绝对不会担忧青州和北凉暗中联盟，毕竟夺妻之恨绝无转圜余地。若本王真的想放你走，又为何要闹这出芦苇荡刺杀呢？不刺杀的话，朝堂怎会安心？假刺杀，刺杀不假。我若真的死了，那就说明我没资格做王叔的盟友。盟友？有深仇大恨做掩护，青州和北凉未来或可同舟共济。前提是等你继位北凉王。王叔就不想试试
再去争一争的位置。徐骁生了一个好儿子。方才乔建姑娘动手了，我们都要杀徐凤言，可以联手合作。1000两黄金都是我的，滚！不然杀了你。滚！好嘞，那我就先滚了。是死的。这本刀谱是本王从武帝城求来的。既然你使刀，总会用得上。那这木盒呢？里边是半柄木马牛，李剑神的佩剑。正是。虽然被王仙尊折断，可就算是断剑，在剑神手中也是神物。提前准备。您是早就知道李淳刚与我同行，就知道李淳刚在，才放心让天下第11出手刺杀。刺杀就得真实，可是也不能让你的脑袋真的搬了家，不然徐骁那个老疯子铁定马踏青州。王叔，我是想礼佛，可没打算自己去西天极乐呀。你可以走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花了1000两黄金，让一个女孩杀我？有这回事儿？和合姑娘是你训练出来的杀手？你问太多了。最后一个忠告：不要带裴南伟去武帝城。这个女人有问题，我怀疑她是故意接近我儿子，所以我干脆先把她娶了。他走了。没错。
把你留下了，你就不想问问我准备对你做什么？我倒是有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送走王灵泉，约我来芦苇荡，是早就猜到有一场刺杀。是有准备。你给了王家生路，可最后还不是让凤子营为你冒险？这些人，全都是因你而死。徐凤年，你的慈悲可真虚无。放肆！这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凤子营100人随我出北凉，与中域福将洪甲战死45人，春神湖船战又有2人牺牲。今日一战，所剩者不足10人。这些战死者和王博一家一样，都是我北凉子弟，但他们身本不同。王博一家是普通人，而凤子营是军人。军人的意义，就是用自己的血和剑，保护像王博一家这样的普通人，平安无恙。所有的这些牺牲，我记在心里，我很难过。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这么选，因为我无法逃避，我也不会逃避。自始至终，我徐凤年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，一同面对生死。能与世子并肩作战，是凤子营的荣耀。世子，就是现在，上去啊！从小，我师傅就让我在泥路上搬扛抬背，我的马当然好了。是吗？嗨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别搬，不行，师傅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啊，我就这么轻轻一踢呢，你就摔的是嘴啃泥呀！你练的那种马步啊，在我面前耍什么嘴呀？啊，起来！你还在等什么呀？我在等你传我功夫啊！你那个傻小子，你不把你原来会的打出来，我怎么知道你到什么程度啊？我怎么教你啊？好，那我就打一套先师教的伏虎拳给你瞧瞧。好。
哎，师傅，这绝世武功很难练吧？不难，这第一天练功啊，很简单啊。练功还有简单的？有啊，保护好自己。保护好自己。我走了。哎，师傅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你没听明白啊？保护好自己。哼。保护好自己。记住，保护好自己呀！公子伏虎，我练的是伏虎拳，我练的是伏虎拳。阿坤，你回来啦！你让老虎追我，是教我武功还是让我送死啊？你死了吗？我死了，我能活着回来吗？所以说我没让你去死啊！就算不是让我送死，也不是教我武功吗？阿坤，你学的是伏虎拳，我让你去伏虎，这不正是学以致用吗？伏虎拳只是一个拳法的名字，我又不是武松。好了好了，看来呀，你是惊吓过度，惊魂未定，吃点药就好了。哎，拿着，小儿惊风散啊，记着，早晚各服一次。哎，看看。你学的伏虎拳那是洪拳的一种，源自少林，跟我学的可谓是一脉相承。本派武学有个入门的口诀，叫做未学打拳，先学扎马；未曾打人，先学飞打。嘿嘿，慢慢你就理解了啊！阿坤，记得吃药啊！阿坤，阿坤，师傅你，阿坤，起来呀！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你怎么还不去挑水啊？师傅，我都已经在练功了，这些扎马、挑水的基本功就不用再练了吧？哦，你觉得你现在练得不错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好，来，来。你现在挺直身子，用力向木桩拍一掌。现在，你再试试，扎稳马步，借助马步的前冲力，再向木桩拍去一掌。记住，马步是基础，我要你扎稳马步，腰马合一，力从地起，有大地之声，再加上马步的前冲力，集中攻击一点，你的功力自然会增长好几倍。原来是这样。挑水去吧。哎，师傅，这挑水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，可是我渴了。好吧。爹，娘，孩儿现在每天不是练功就是干活，身体比以前好多了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虽然有时候师傅古里古怪的，但是他武功高强，留在他身边，一定会学到上乘功夫的。这样，就可以早日下山，替你们讨回公道了。
也希望爹娘在天之灵保佑孩儿能够早日学成下山。师傅，您这练的是五行拳。没错。哎呀，我还揣摩了一晚，再伤脑筋去哪儿找禽兽？原来在这儿。你说谁是禽兽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让你跑！老爷，我找到梁坤的下落了。什么？他就在白云山上的能人寺里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召集人手，跟我向上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到哪儿不许轻举妄动，一定要看我的眼色行事。记住，一定不能伤他性命。知道。师傅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阿坤呐，我想问你件事情。在来的路上，我听说有个叫孙腾蛟的人，逢人就打听你的消息。你认识他吗？我当然认识他，他是我的杀父仇人，害我的真凶。他来这边了吗？阿坤，你不可以轻举妄动。就你眼下这点功夫，还想找他去报仇，你就是白白去送死。你这样做，岂不辜负了你的父母吗？可是他是杀我！不要再可是了，眼下你还是保命要紧。我带你上这儿来，就是想让你避一避，一定确定没有异状，你再上山回寺。不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呀，光我一个老和尚，他们不会动手的。如果你去，那就难免会有一场大战。走，快，走啊！师傅。你这个寺庙来没来过一个叫梁坤的？梁坤，阿威啊，你的俗名是叫梁坤吗？不是。哦，你呢，玉琪？不是。那你呢？啊？我也不是。哦，都不是。老和尚，你就不要再跟我演戏了。我手下要是搜出来，我可就不是这个态度跟你说话了。
老爷，我们搜过了，除了他们几个，确实没有其他人了。连衣物和杂物都没有吗？是的，真没有。啊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上！你干嘛？施主，佛门清净之地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可不能骗我！不会。师傅，你为什么不出手？师傅想出手，他出手比师傅快呀。你确定是能人寺吗？没用的东西，走！这次饶了你，老东西！师傅，好疼啊！阿弥陀佛。那老和尚根本就不会武功。你说的那个高手呢？哎呀，这梁坤他逃走的那天晚上，真的是月黑风高啊！但是我确实看见有个光头和尚把他给救走了。你蠢货你！哎，哪个和尚不是光头啊？哎，没用的东西！走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样啊？啊？这，嗨，没事儿。嘿嘿嘿，孙腾蛟的武功啊，比我师弟差远了。哎，那这三位是？哦，这个是新来的俗家弟子，这两个小沙弥呢是华云寺来的，住持让他们过来跟我学习的。哎，想不到头一天就差点，哎呀，痛得要死啊！哎，你们知道为何陀佛让我们供香吗？不知道。那是因为燃香时香自灭而留香与人，贪香将己香传给他人，却忘却自己，这就是陀佛教导我们舍己为人的精神。你也被打了。我这是舍己为人啊，舍己为人吗？我是学佛的，我也是学武的，怎么被人打呢？那两位，告诉他们那三个小师弟，本派武功入门口诀是什么？为学打拳，先学扎马；为学打人，先学挨打呗。先学挨打。哎，都听明白了吗？啊，今天就是你们入门的第一课啊，学习挨打，挨打，挨打。哎呀！三位小师弟，梁坤对不起你们，实在对不起。我一定早日学好武功，下山去找孙腾江报仇。哎，当初我收你为徒，是看在你是一个练武的奇才，我这才打破不传武功的原则。可是面对今天的事，你却仍然不珍惜那些人所为你做的牺牲，却一心想着习武报仇，你岂不是辜负了他们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只想你能透过学武，在武德中修习心性，放下那颗复仇的心，如同那些为你付出牺牲的人，你的父母，还有三个替你挨打的小师弟，他们从来都不对你所求回报。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都无法忘记我娘是怎么死的。放下。我没有逼你现在就放下，我也知道，这需要时间。梁坤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：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都传授给你，你是否愿意全盘的接受？不管是武功，还是这里，只要你愿意教，
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愿意，都愿意，愿意。那好，吃饭啊，吃饭啊，吃饭吃饭。哎呀，安姑娘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君师傅，梁坤现在不在这儿了，也没人给您挑水了吧？以后我帮您挑水。哎，姑娘，你不必如此啊！来，那您就给我剃度吧，就让我青灯沐浴，了此残生，这样我就可以在这儿留下来帮您干活了。姑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放下能让你得到真正的快乐？我就是想让那个大笨蛋知道，我爹不是他想的那样的。而且你还想知道，他虽然已经无父无母，可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仍然有一个人，始终在关心着他。觉音师傅，那您真的不能让我留下吗？姑娘，你要走是你的决定，不过你要留下来也是你的决定。万物唯心，我和梁坤可不能左右你啊！那我留下，我以后就帮您干活。哎呀！喂，你干什么？我又不是为你来的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对，他不是为你来的，是为我来的。哥。阿弥陀佛。哎，嘿嘿嘿，傻小子，光顾着挨打了吧？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有没有看清楚安姑娘的拳法和拳路？挡都来不及了，怎么看清楚啊？哎，那是因为一开始你就不懂得如何去观察对方的攻击方式，只想着一味的攻击敌人，看人家出手你就想出手，人家踢脚你就踢脚。如果人家手脚连用，无怪乎你就无法应对。哦，明白了，师傅。哦，明白了，那就继续练。哎，不过这回啊，不许你出拳，只许你仔仔细细观察安姑娘的拳法漏洞。啊，那我岂不是站着让人打？自个儿保护自个儿吧。哎，师傅。嘿。我说过我会替你找到杀父仇人的，也一定会替你找到阿坤的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没有说你不会替我找三哥，只是那大人他……那大人？难道这个那大人比我更了解你吗？更在乎你吗？大哥，我累了，我先回房休息了。素未谋面的梁伯伯，还有
去支援的梁婶婶，你们的儿子梁坤已经彻底学乖了。现在他成日练武，特别努力。在这儿有绝音师傅督促他，而且还有我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睡，所以你们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。现在你们只需要保佑他能够早日学成下山，替你们报仇就好了。庞会长，您就放心吧，在下一定竭尽全力。那这一切就拜托胡老板你了啊！庞会长，哟，那大人，哎呦，那大人，您已经来了，真是抱歉呐，有失远迎啊。庞会长，您太客气了。哎呀，哪里，您是贵客，本应该去迎接您嘛。庞会长，各位，真是对不住啊！我来晚了。哟，克律顿大班，哎呀，我一直在找您呐，好好解释解释上回的事情，真是，请您多谅解啊。那大人。庞会长，克律顿大班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赵老板，赵老板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克律顿大班，赵老板那可是前途无量啊，今后会馆就要靠他这样的人才来接班了。庞会长，您实在是抬举我，晚辈来此就是向各位前辈来学习了。哎呀，客气客气。哎，诸位。怎么都站着呀？啊，坐呀！来，坐。哎，坐。哎呀，我今天呢来晚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自罚一杯啊，来，先干为敬。哎，今天这桌酒我来啊，谁都不能跟我抢。来，都倒上。赵老板，师叔，你眼睛里还有我这师叔啊？在赵钱眼里，师叔永远都是师叔。赵钱，你要是真把我当师叔，你以后到商行还是不要表现得太过积极。行商的职务是晚辈梦寐以求的，师叔不是一直也想加入商行吗？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，你真的不清楚啊？那些人真的是看得起你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那些人是看得纳贵宝啊！师叔，晚辈无心与您竞争，只是那大人他一心想让晚辈加入行商。要不然这样，师叔，只要您高兴，晚辈现在就去找那大人，大不了这商行以后我不来了。哟，还将我一军呢？可以呀，你翅膀硬了。你现在是不怕我把你那点丑事给你抖搂出来了？你心里边很清楚，我受制于纳贵宝，所以拿你呀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师叔，晚辈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，师叔啊？我很清楚。不要在我面前装孬种。你师傅活该死在你手里。哼，就他那点本事，他怎么可以斗得过你这笑面虎啊？师叔，晚辈想加入行商，您不高兴；晚辈要离开商行，您又不肯。那您说您到底要晚辈怎么做，您才能满意呢？我说话你能听吗？你愿意给纳贵宝做哈巴狗，我管不着。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离我
以后啊，没有任何情面可讲。师叔，晚辈到底做了什么，让您如此迁怒于我？晚辈一直想，只要我加入行商，可以与师叔一起打拼出一番事业。不曾想到师叔您的心胸竟如此狭小。倘若有一天师叔您得到佛光瓷的瓷谱，那整个广州的瓷商恐怕只有师叔您一人独大了。赵钱的赵钱，你到底还是年轻啊！怎么着？师叔我说你两句，就沉不住气了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别看我在白云山上没有找到梁坤，但是有一点，瓷谱和配方一定会落到我的手上，咱们走着瞧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干嘛？啊！你远招师傅比武，不许去！啊！喂，不许去！别走！别走！师弟，你是来犯罪的，还是来赎罪的？我是来帮你了断尘缘的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弟，你我斗了50年了，难道非要至死方休不可吗？好，反正你也打不赢我，后会有期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这样像没事吗？缺心眼儿啊！